一个手握千亿级央企的大佬，为什么突然选择主动投案？他背后那个让他吹了10年牛的印度超级工程，到底是扬我国威的技术出海，还是拿国家核心命脉给自己的官帽镀金呢？大家好，我是小兰。那就在7月31号，中国五矿集团的老二，以前中冶集团的大掌柜郭文清，突然跑去主动投案，被中央纪委拿下了。那官方通报呢，就简简单单的2行字儿，说他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但咱们看新闻得看背后的猫腻啊！这个大佬一倒台，大家伙的目光立马就齐刷刷盯上了他当年最引以为傲、到处跟人吹牛的那个海外超级大工程，帮印度塔塔集团造全印度甚至全亚洲最大的钢铁高炉。当年这个事儿吹的那叫一个震天响啊！什么打破发达国家垄断，奠定中国技术世界第一。结果呢，咱们呕心沥血的帮印度人把高炉盖好了，印度人转过头来，反手就给咱们中国的钢铁加征了高额重税，直接把咱们自家钢铁厂的饭碗给砸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场荒谬大戏给大伙彻底的扒一扒。咱们先聊聊郭文清这个人他是1964年出生的。早年间在河北当过老师，写过材料，那后来进了河北的交通系统，30来岁他就爬上了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那再后来呢，他跨界进了冶金建筑央企中冶集团。到了2012年、2013年前后郭文清迎来他职业生涯的最高峰，直接就坐上了中冶集团的总经理、董事长的大位2015年底中冶和五矿合并之后他又同时兼任了中国五矿的总经理和党组副书记。大家想想手握2家千亿级央企的财政和人权大权这是何等的风光在那个年代央企高管要干出啥样的事儿才算是顶天立地呢？那光在国内盖楼造厂不行了，得走出去得去抢那个国际大单，得把这个合同签到国外去。这恰好呢，2015年的时候印度最老牌的钢铁巨头塔塔集团准备在印度的奥迪沙邦搞一个1000万吨级的超级钢铁基地，那简称是 KPO 项目。这可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工业大肥肉你想这印度要搞基建，要盖楼，要造车，它急需大高炉。当时英国、韩国、意大利还有卢森堡的工程巨头，这帮欧洲和亚洲的老牌工业强国全都是拼了命的往上冲都想把这单生意给抢到手。那咱们的中冶赛迪也去竞标了，当时郭文清这是中冶的一把手然后经过长达15个月的较量，咱们硬生生把这帮欧洲老牌强国给全部打跑了，拿下了一座有效熔炉高达5873立方米的超级大高炉。5873立方米是个啥概念呢？那就是全球新建最大最顶级的钢铁高炉拿下这单之后呢，郭文清可算是抓着吹牛的资本了。2019年的12月他去某知名大学给年轻人做报告，坐在台上茶杯一端，那叫一个扬眉吐气他当着全场师生和媒体的面极其骄傲地宣读他的原话。咱们在跟英国、韩国、意大利这些顶级公司的较量中脱颖而出，一举打破了发达国家工程公司在印度大型高炉市场长期垄断的局面，奠定了中冶高炉技术世界第一的地位。当时大家在台下听着，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热血沸腾，觉得咱们中国的技术出海了，去赚印度人的钱了，扬我国威了，对不对？但是大家当时都忽略一件事你交给别人的到底是普通的劳动密集型手艺，还是关乎国家工业命脉的独门绝技？你把最顶级的家伙事双手奉上，人家回过头来是会谢你还是会打你呢？最讽刺的戏码发生在2020年大家应该都记得2020年的6月中印边境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那段时间呢，印度民间的反华情绪简直是疯了街头上有人砸中国电视，印度官方也开始疯狂的搞事情，查封中资的企业，下架几百款中国 app， 甚至连中国工程师的签证都不给发了。那当时路透社都报道了印度政府搞了极其严苛的审查，大批中资企业在印度的项目直接瘫痪了，被卡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亏的是血本无归这按理说这种核心工业的大高炉，两国关系都崩成这样子了，双方的敌意这么深，总该停工扯皮了吧？离奇的事情就出在这儿那当时印度卡了成百上千个中国项目唯独对塔塔这个高炉项目一路开绿灯，为啥呢？你当印度人傻呀？
那3个心里面比谁都清楚，他们心里面盘算的可精了。其他小项目我可以封杀，拿来作秀给国内老百姓看，但这个大高炉不行啊！离了中国中野的顶级设计，离了中国成套的核心设备，离了中国这帮任劳任怨的工程师，咱们印度人自己折腾50年也建不出这么大的高炉来。所以你看在中印关系最低谷的时候，咱们的工程团队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舆论压力，克服了当地的技术标准差异、语言文化障碍，甚至还有各种刁难保质保量，硬生生帮印度人把这座工业巨树给啃了下来。那到了2024年9月21号凌晨，这座号称印度最大最先进的高炉在卡林加纳加尔顺利点火了。9月22号凌晨顺利出铁，印度的钢铁产能瞬间实现了一次狗屎运一样的飞跃。可是结果呢？项目落地那天各大印媒铺天盖地的狂欢报道吹嘘说印度拥有了世界顶级的工业心脏，我们的钢铁产业将傲视全球。但他们在报道里直接把中国中野设计建造这几个大字给抹的是干干净净连提都没提一句那如果这个事只是被抹去名字，咱们也就当碰上无赖，忍忍就过去了。但最让人想拍桌子的剧情在项目投产后仅仅过几个月就彻底爆发了。那高炉是2024年9月顺利出铁的，对吧？印度的钢铁产量蹭蹭的往上涨，本土钢铁巨头底气足了。这到了2025年、2026年，印度的钢铁部长和贸易救济部门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当着全媒体的面极其嚣张的宣布，为了保护我们印度本土的钢铁企业，我们决定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产品直接实施高额关税，加征12%到25%不等的保护性关税。好家伙呀，你们听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这一棒子打起来有多狠啊！咱们中国的钢铁行业对印度的出口量直接断崖式暴跌，从前一年的260万吨一下子暴跌到了150万吨，跌幅高达近40%成堆的中国钢材卖不出去，国内多少钢铁厂的工人跟着受影响，跟着停工减薪。更恶心的是啥？印度那些刚吃饱喝足的钢铁大亨们，转过头来还在国际上阴阳怪气，轻蔑的把中国的钢铁称为廉价的进口垃圾，说我们要用关税挡住中国的低价倾销。大家品品这其中的荒谬感咱们是掏心掏肺把世界上最顶级的技术最精密的设备、最顶尖的工程师双手奉上，帮印度搭好了工业骨架，把印度的钢铁产能拉上天结果印度人一转身，拿着咱们给他造的高炉开始自己炼钢，然后啪的一声把大门关上，还反手抽了咱们中国钢铁行业一巴掌这不就是典型的我教你学会了打铁，你打出一把刀先捅我一刀吗？这不就是拿着中国的顶级技术去喂饱自己的竞争对手，最后害得自家工人饭碗被砸吗？那聊到这儿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一位7月31号刚刚投案的郭文清。咱们说话得客观，纪检部门目前公布的信息只说了他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没有公布具体的案情细节。咱不能硬说他被查就是因为印度这个项目。但是作为整个集团的一把手，这个项目从签约到施工再到落成，贯穿了他的整个任期这是他亲手推动，并且无数次踩着媒体镜头当成个人政绩大吹特吹的明星工程他难辞其咎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那个只看海外合同金额、只看政绩数字、只看能写进 PPT 里有多好看的年代，有些央企高管的心态非常的微妙只要这个合同的金额大，只要能打着一带一路或者技术出海的光鲜旗号，只要能踩着这个项目往上爬，那至于这个项目落成之后对国家长远利益有什么影响，至于把核心工业技术拱手让人之后会不会养虎为患，他们根本是不在乎那或者说他们明知道有后患也装作看不见他们心里面盘算的是什么呀？只要这个合同签了，新闻发了，大学报告做了，奖项拿了，我这个官帽子就稳了。等这个项目折腾7、8年真正落成，后遗症爆发的时候，我早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你看郭文清是在2024年5月左右离开中野，随后隐退的，而塔塔的高炉正好在2024年的9月投产的，彩带一剪，喜报一发，他拍拍屁股安全隐退了，留给中国钢铁行业的却是印度加征的25%的关税和近40%的出口暴跌。你以为他在扬我国威？其实他可能只是在为自己的官帽镀金。
这不就是典型的个人赚足了政治资本，国家和产业承担了所有代价吗？各位，看完这出戏剧性拉满的高卢大戏我心里面就一句话：有些账算得了一时的政绩，却经不起历史和人民的审查。咱们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技术输出，这本身是没毛病的。但是前提是咱们得睁大眼睛看清楚对方到底是个知恩图报的合作伙伴，还是一个喂不饱的豺狼虎豹呢？如果走出去的结果是把咱们牙缝里挤出来的核心技术去给竞争对手强筋健骨，最后害得咱们自家的产业被动，自家的工人砸了饭碗，那这种所谓的顶级大单咱们宁可不要那现在郭文清已经主动投案了，随着中央纪委的深入调查，当年那些为了个人政绩不顾后患的陈年烂账，终究会被一笔一笔的彻底算清楚。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你觉得郭文清主动投案跟印度这个事儿有没有关系呢？把你的心里话留在评论区，咱们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